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啊！严丹，绿洲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9条尾巴？退后，严丹！小心，这蛇尾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9条尾巴当中有1条是命门异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2条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彼此相互，肯定有1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剜肉？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蛇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小心，有幻术！不是都说九尾蛇之前随着魔族已经消失了吗？它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？即使之前我们有谁见过它，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它才会出现在魔像里。哎，你们之前谁见过它？此蛇定是出自参与过仙魔大战的火德元帅。
当年，正是他将师傅送回的天界。此蛇既与魔族有关，我倒想看看与魔族相关的消息能在茶楼里卖个什么好价格。你傻呀，这有什么赚头？要我说，不如把他的蛇牙给拔下来，这样更有价值。我最近呢，想写一本神仙益智画本，用他的蛇牙拿去当道具，定能刻满。财迷心窍。蛇牙取到了，我们走。这是哪儿啊？未知之地，大家务必小心。啊，这好生诡异啊！这明明是一座寝殿，怎么这么多镜子？我知道了，这难道就是那老夫人说的寻回记忆之处？你怎么了，柳微阳？我没事。我知道了，定是寻记忆寻的。哎，你看其他人寻记忆都这么的困难，那个龙王送给你的幻翼珠，你为何不用啊？我现在是凌霄派弟子，需负完当下职责，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急这一时。那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不负荒颓，万物转生，这应该就是第3件神器——楚墨。楚墨，世间竟有如此宝物，如果被他人知道，岂不是要引得万人争抢？他们是谁啊？难道是这寝宫之前的主人？刘微阳，你认识吗？此人位高权重，统领重臣，看起来应该是个重要人物。这寝宫久无人住，镜子里还能反映出往日之景，看来此处别有玄机，咱得当心点儿。想必是楚墨重启，先例外役的缘故。你们过来看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求赐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居然以血照力，如此阴邪法术，绝非仙家所为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不好，九尾蛇要复活了，大家快把楚墨取走！
柳微阳，绝非镜中画面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果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有意识的，只会攻击移动之物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飞出殿外，引他出去，另外2个人留在这里取神器。好，护好银弹。我驱散烟雾，你赶紧取神器。好了，神器拿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等等，你有干嘛？拿着，这是谢你救我一命。原来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拿着。啊！刚刚在沙漠中也救了我一命，折损了一个花瓣。我再给你一片，你留着吧，以后护身用的。拿着。行了，走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，勉强收下吧。此人功法之深，招数之怪，世所罕见。我与唐周都难以轻松应对，怎么柳微阳虽功力不济，招手却堪匹敌？应渊、颜淡，你们定想不到，我化作石雕，还有解化之日。被石化之人，749日内，若有人将困身之时化物散去，
便可复生。只可惜我因石化过久，此腿只怕难以复原了。林中大雾尽散，怕是因魔族异动。我乃天界仙子，谁知杀我的人是帝君，救我的人却是魔族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既然老天都相助于我，印渊、颜淡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颜淡，颜淡。小心！公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又为何回到此处啊？是扶霜把你们带回来的。他说你与公主在魔像中昏迷，只能一同带回尽欢房。我刚好被派来照料公子。哎，不必，你看我现在好着呢，你赶快去忙吧。啊，公子，没关系，云墨，我自己可以。云墨，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？伤势如何？莲青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现如今疼痛难忍，急需你的关照。主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我们？嗯。我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没事了，你看我都能坐起来。嗯，好多了。那我们就谈正事吧。我和颜淡拿了神器之后，还未走出宫殿，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给震晕了。醒来之后呢，就回到了尽欢房。说说吧，你在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刚交手之时啊，柳微阳刚刚看清了神秘人的真正面目，就在此时突然之间自爆了，而且释放出巨大的灵力。在此之后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全然不知了。这魔像里面竟然有魔族的神兽，还有灵力强大的神秘人，这会不会跟魔族有什么关系啊？若真如此，事涉尸仇，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们必定要好好查上一番，为我日后的神仙意志画本再添上新的一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喂，你不是来寻找李晨的吗？现如今李晨你已经拿到了，而且还在魔像中偶得第3件神器啊！目的你已经达到了，现在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呢？若真有魔族祸乱凡间的话，我身为凌霄派的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小队了，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，但是殊途同归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行侠仗义。我日后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们的画本里，人妖齐心，守护苍生，必定会传为佳话的。有人看才怪了。我看，那你就慢慢看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。而且，在魔像的法阵，并非像是天界所示。在宫殿中，神秘人对柳微阳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由此可见，他们一定是旧相识。他口口声声说进入魔像之后就会恢复记忆，现如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是敌是友，一探便知。你们公主呢？我要找你们公主。
公主在魔像中身体不适，想静心休养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是吗？她有什么不适啊？我们这儿有妖界的神药，还有灵香的秘方。你公主得了什么病？让我们进去，没准看看就好了。她是不想见呢，还是不敢见？公主既然言明不见，那么无论是何缘由，我都不会让你们见到她的。诸位，请回吧。口气还不小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们闯进去？二位虽功法高强，但这毕竟是神霄宫的地界，诸位如果要战，扶霜定当奉陪。哇！那是九尾蛇的蛇牙，小心啊！你现在杀我，他也活不了。蛇毒未清，虽然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是毒素已经入骨，若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他这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。伤势已无碍。李未央，可凭你一面之词，要我如何信你？九尾蛇乃是三界中剧毒之物，被其击中，皮肉尽腐，骨中毒血，唯有其牙可以将其吸出。你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了解？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否则功法不可能会如此强悍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混沌苟活数十年，如今陡然知道了一切。只有痛，没有快。现在我心乱如麻，能否容我独处些时日？你们与我有相助之恩，我一定会有所报答。你们想知道的一切，待我清理好前尘，一定会如实分说。你体中的毒血已经吸出，这是我消耗3年灵力调制出的散血露，你将它涂抹之后便能痊愈。他方才所用的招式，与在魔像中神秘人的招式不尽相同，甚是可疑。不过，确实是我轻敌了。柳微央所言非虚，此路确实疗伤灵药，你的蛇都已经全都解了。可若他是敌非友的话，为什么要给你解药呢？可是不管他是敌是友，此人生性狡猾，在未知全貌之前，他所言断不可信。魔像寄生在珠翠山，统管此地的土地公应该会略知一二。入夜之后，我们前去探一探，或许会知道一些什么线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这可是我们山境众妖口口相传的说法。后来我又翻遍了藏书阁，找到了文册佐证。
说这戴伟的妖类遇到自己心仪的人事物，心生欢喜之时，便会摇尾正心。你不信？你说有吃的我才来的，吃的呢？呢？哇！果真如此啊！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看出来琳琅是否对我有意。戴琳，你这回帮了我大忙。这样，以后你们羽族的所有苦力活，我全包了。不过，他看紫妍看得这么紧，你是怎么把他拐出来的？今日不知怎的，自入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琳琅了。我姐姐每60年就会躲起来一日，我已经习惯了。60年，天干地支轮变，60年一轮，阴极阳转之时。三尾雪狐生性属寒，女狐更是体阴。若遇到阴极满月之夜，便会神虚灵残，甚至化出部分原形。莫非就是今夜？坚持说琳琅，不能给狐族丢脸。琳琅，啊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在哪里啊？他来一定是听说琳琅，狐族的摇尾正心前来证实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看见我的样子。我知道你在这里。元帅，妙法阁掌事思璇所到法器已被魔族转移。你速去找应渊帝君，让他务必拦截住丢失的法器，否则此战难以平息。是。山一长老，你挑动魔族内乱，若今日交出法器，我会留你一条全尸；否则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除魔卫道。这9重天最强的法器都在我手上，休想让我束手就擒！解阵，诛杀帝君！修罗图腾，仙界的帝君竟然是修罗所制。我想你的身世，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。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那
那我的母亲呢？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她把你交给了我。应渊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，于是抹去你额上的黑纹，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应渊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，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帝尊，如今魔族内乱已平，被盗法器尽数追回，已录入了妙法阁。此战，天兵死伤1000，天将折损2名。火德元帅正在天医馆探尾伤员。这100年来，魔界内乱不断，每每累积仙界出手，方可平息。此次更因为思玄和魔族长老暗通款曲，将无数的仙丹送往魔界，才令战事焦灼数月。你此次下界，魔界的玄香可有异动？回禀帝尊，我的一应行动，玄香都鼎力支持。他多番表示自己生性自由，并无野心。我细细的与他接触之后，发现他表里如一，和光同尘，并非伪善之人。邪神玄香若真无野心，便是6界之福了。玄香如此性情，对仙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此话怎讲？玄香，他并不适合做魔界之主，他不喜欢权势，任由长老争权引发内乱。如今魔族看似内耗，但分久必合。若有一方逐渐强大的话，魔尊之位难保不会易主，到时候大战在所难免，还请帝尊做好防备才是。明日起，天机阁天兵处停止一切修牧，皆由你来指挥，绝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。是。帝尊，已准备就绪。行行。看见了吧，一个有锦绣仙途的仙官长士。连桓清都曾向我要过此人，却因为一个情字，与魔族中人珠胎暗结，违反天条。受刑罚者，若不认错，至死方歇。帝尊，思玄执手数千年，一时被蒙蔽。帝尊，可否饶恕他这次？好，如若他肯认错，死后吾留其元神，允其入夜望川洗净前尘，入凡界为人。思玄，詹姨长老已死，你还有悔过的机会。爱人已死，
我岂可苟且偷生？况且，明明是这天条不公，我无悔亦无错。思璇，你因为情爱失志忘义，还在这信口雌黄，说什么天道无情，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六界平安。应元君，看见了吧？一个情字，一旦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长氏有情，便死伤千万；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？那将是六界的浩劫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你知道，现在六界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？那是因为妖魔冥三界暗流涌动，所有的逆贼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在等待你暴露弱点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你今日的不忍，只会生出怯懦，而如果他日六界大难，你又如何面对呀？帝君，请你即刻杀了我吧！这9重天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为詹姨受六界之苦，牺牲一切，而那人在死之前从未询问过你的安危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我不会有那一日。情由心生，帝君难道就无心吗？我求求你杀了我，我宁愿怀着这有情的心死去，也不愿和你们这无情之人同活。我不愿意再受这不公的待遇了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杀了我！情法不可违逆，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元神。愿你能渡过忘川，重新开始，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可以爱，可以为了自己而活。范归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！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归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因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
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严旦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仙君，您别送了，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，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来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规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应元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局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严旦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气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能者多劳啊！以后
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。小人。没想到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颜淡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，是个正人君子。窒息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延续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延续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哦。芷溪，长侍。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颜淡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延续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颜淡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颜淡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颜淡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颜淡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4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！
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4叶汉旦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每化人之前，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林立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阿晨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2族之要外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2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岐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岐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。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严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。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武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这第1章是写九岐2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1章是写他们2人的死别。也不知道中间4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哇！我的戏码！我的戏码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
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细纹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细纹的原因喽？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献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。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！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两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吧。帝君，严旦求见。所谓何事？说是腰带补好了，帝君是否一见？叫他进来吧。是。针脚比上次好了一些，但丝线的颜色本君不喜欢，拿回去重新缝。帝君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随缘。帝君，您不是着急带吗？我想的是，您把要求说的详细点，这样我就不会日日来打扰了。虽然急，但宁缺毋滥。反正你日后也要天天来。天天来？过来，破局。这盘棋局比帝君给仙君的那盘棋要深色奥妙很多，这是哪个宫的仙官给的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看看，可否能解开？我试试。
这9重天的食材啊，可都是可以滋补灵力的。吃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绝对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还偏要我坐在这儿。切，假正经。哎呀，9重天的这些蛋啊，可都是仙姬所下的，对仙灵会有帮助的哦。当真不吃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说不吃就……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说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？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厨艺跟我写戏不相上下，好吧？哎，那你之前排戏的名字叫什么呀？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你戏的主角不是9旗吗？你觉得他们是英雄？他们当然是英雄了，在创世之战中，帝尊、4帝君是英雄，9旗一族也是英雄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仙小族，他们只要为战争胜利战斗过、努力过，在我心里他们也是英雄啊。所以，这才是我写这出戏的意义。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地崖上那棵昆仑神树，竟然是创世之战后挪移过来的。神族与魔族仅是一线之隔，而且此树灵力太过强盛，4帝君肯定是觉得不宜长期种在魔族，一方以后难以控制。反正我是无法体验大战时那种惨烈了。不过那棵神树，咱们倒是可以去看看。哎，我正有此意。不可，昆仑神树是靠吸收灵力为生的，若是不小心被它捆住，几百年的修为就要废掉。况且，地崖是9重天的禁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受罚的，知道吗？快点，快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2位仙友，救救我！你是哪宫的小仙官啊？你怎么被这神树给捆住了？我一时贪玩，误闯了禁地，没想到就被这棵树给缠了。可是古籍上记载，只有对此树施了灵力，它才会主动攻击。你又为何偷偷在此施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只是看叶子好看，想取回一片拿回去做书签罢了。小心，他骗我们。啊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刚刚在撒谎，那树上有刀痕，是不是你弄的？昆仑神树的枝叶既可以制毒，又可以制成灵丹，你一定是偷偷到此的。说，你是哪个宫的仙使？说。不要施法！啊！